OK，接下来和大家再来讨论一下临时居民的指标。这个呢是 IRCC 第一次在自己的3年移民规划里面呢公布临时居民，就是 temporary residents 的一个 intake 的指标。主要呢是因为这1-2年加拿大人口增长非常的快，所以呢人口增长带来的房屋、医疗还有就业以及移民相关的争议都非常的大，所以呢也算是为了响应民意 ，IRCC 呢今年就在移民指标里面呢增加了未来3年他们预计接收的。注意是新接收的工作和学习这种签证身份人的人数。总计呢，未来3年 IRCC 预计接受大概有60万左右的临时居民。然后呢，25年呢大概有67万，26年呢会减少到50万，然后呢27年呢会稍微再增长回去，增长到54万。这个统计的数据里面呢，主要包含了工作类型的 work permit 身份，还有留学类型的 study permit 身份。所以呢，工作类型里边的2个工签项目，IMP 工签项目和 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工签项目，的人数呢加起来大概是36万。然后留学生的人数呢，未来3年加拿大是预计会保持一个持平的水平，就是30万的留学生新增的。工签的人数呢，就是会有一个起伏，先在26年呢降下来一部分，然后呢27年呢就再涨回去。这个呢可能是预计到这1-2年的学习签证收紧以后呢，它对于这些毕业工签呢和配偶工签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减少，因此呢，它预计26年的工作签证人数呢会减少到20万的新增的 intake。但是这个数据里面呢，这个指标里面呢，并没有对于旅游签呢，或者是免旅游签这种访客，就是 ETA 这种国家的护照的签证申请人，他们有一个 target， 这些并没有 target。然后呢，对于境内的已经来加拿大的学习、工作这种签证身份的或者访客的他们身份的延长呢，还有在加拿大境内交的境内的，比如说身份转换的境内签证申请，以及难民，这些呢 IRCC 也没有设 target。他们的目的呢，其实是为了让达到另一个他们的移民部的指标，即在2026年呢，他们希望所有的 NPR 占总人口的比例 ，NPR 占总人口的这个比例呢达到5%。那假设呢，2026年加拿大人口是4100万，5%的话，就是说他们希望境内呢有210万的非 PR 身份的居民。截止2024年3月份，不好意思，2024年第3季度呢，加拿大非 PR 的人数呢已经达到了300万人。这300万人中呢，有140万是工作许可身份的持有人，66万呢是学习许可身份持有的人，然后呢有37.5万人是工签和学习许可都有的身份的人。其实呢 IRCC 有一个隐藏的指标呢，就是也不是隐藏的，他们是希望在2026年的时候呢，能够把加拿大境内的 NPR 人口的比例降低到5%，也就是要到210万人。假设2026年加拿大有4100万人的话呢，那降到210万，距离现在呢，它是有将近90万的一个 gap。当然呢，这还不包含每年60多万、50多万的新增的人口。所以呢，加拿大现在呢，它其实是对于临时签证，我觉得是很难能够有效控制下来的。所以他们现在主要做的2个方式呢，一个是减少分子，同时呢增加分母。那分子呢就是临时居民身份的人，分母呢就是总人口。那就是帮助一部分境内的人呢，从 TR 转成 PR， 对吧？就是把这些人呢挪下来，那他们分母就上升了，分子呢就下降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口的比例能够有效的控制住。这是体现在政策上呢，就是对于签证项目呢，它其实会变难。那对于一些境内身份的人的移民项目呢，它之后会变得相对更容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明年是非常看好 CEC 这一类的申请人的。